杨紫到底有多强？童星出道，从甜蜜到成熟，拍过40多部电影。近日，杨紫主演的《承欢传》再次登上热搜。这几年，似乎凡是她出演的电视剧都会火。杨紫到底有多强？她是童星出家，从小就展现出了出色的表演天赋。从甜美到成熟，成年后她已经拍摄了40多部作品。所谓的观众是在电视上看着她长大的，也正是情景喜剧关于孩子的一切，让她一炮而红，让她成为家喻户晓的童星。由于杨紫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家有儿女》第3集换掉夏雪后，收视率直线下降。尽管杨紫因为没有背景而被资本抛弃，更被她一直尊敬的宋丹丹批评，坦言自己因为长相绝对不能当演员。但她并没有放弃演戏，而是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没有拍戏的时候，她就接别人不愿意的角色，一度只能出演乡村剧，被贴上又丑又土气的标签。直到出演《欢乐颂》中的邱莹莹，杨紫才终于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中。虽然邱莹莹在剧中的性格并不讨喜，甚至有点神经质，但在杨紫的演绎下，却多了一份真实感。此后，杨紫的演艺事业一路飙升，几乎每年都有一部热播剧播出。比如2018年的《亲爱的热爱的》，不仅让主演李现名声大噪，还取得了超高的收视率。随后的《香蜜沉沉烬如霜》上线仅15分钟，点击量就成功破亿。后来《长相思》让杨紫登上了 V 榜榜首。电视剧自开播以来，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与她共同主演的3位男演员也频频登上热搜。从此，杨紫跟谁搭档就红了，这已经成为娱乐圈的一道玄学。放眼整个娱乐圈，能达到这种程度的，恐怕只有杨紫了。要知道，杨紫在饰演逍遥这个角色时已经30岁了，但是她却将逍遥的活泼灵动刻画得淋漓尽致，脸上布满了胶原蛋白，看起来并不突兀。难怪所有和杨紫合作过的人都对她赞不绝口，因为她真的把一切都做到了极致，只为给观众一个满意的答案。从来不被大家看好，到一步步成为行业顶尖选手，杨紫是大家心目中公认的实力派演员。看到杨紫现在的状态，就连原本否认她的宋丹丹也忍不住在节目中向她道歉。宋丹丹说：“没想到她今天这么受欢迎，我们刚拍完《家有儿女》，她就准备参加高考了。她父亲打电话给我，问我孩子是否想上电影学校。我怎么想的？他能参加考试吗？然后我说最好不要当演员什么的。我总觉得这是我最对不起他的事情。”出道以来，杨紫在国内娱乐圈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不过，杨紫被称为国内娱乐圈的隐形富豪，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说，他圈子里的人都把他当哥们儿。很多朋友表示，需要借钱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杨紫。对于现在的杨紫来说，她的骄傲完全来自于她自己的努力。杨紫成年以来，已经拍摄了40多部作品。即使是短短半年的时间，欢瑞当时的收入也超过了5000万元。他甚至一手提升了公司的市值。近年来，杨紫直接成为爆剧的代名词。即使解约后，杨紫的商业价值依然没有受到影响。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加入了内娱资本的行列。当然，杨紫虽然嚣张，但她对自己还是很节俭的。经常可以被拍到她穿着羽绒服好几年了。而只要国家需要她，无论是疫情、地震还是洪水，杨紫都必须冲在捐款的最前线。而且每次捐款都从100万起，没有任何犹豫。可以看出，杨紫虽然是国内娱乐圈的隐形富豪，但无论是从她对朋友的慷慨借贷，我们再看看积极向国家捐款的情况，她一定是一个善良正义的小女孩。这样的人谁能不爱呢？这演技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因为她踩到了真正的痛点，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杨紫赌对了。热播剧《承欢集》中，麦承欢一脚用自己无数的隐忍和包容，面对母亲和妹妹辛嘉良无休无止的不良行为，引发了观众的热议。大家纷纷呼吁两人在弹幕中彻底分手的那一刻。
在最近播出的剧集中，观众终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剧情转折，麦正焕的决心似乎即将冲破忍受的屏障。新剧一开始，观众就被杨紫饰演的麦成焕甜美的笑容深深打动，她的静美如超凡脱俗的存在。剧中，何东与麦正焕聊天时透露，下午和姚先生有一个重要会议，可能要到深夜才回来。他建议麦正焕自己安排晚餐。没想到这段对话被路过的姚先生听到了。他说：“你公然鼓励别人旷工，你的翅膀已经僵硬了。”这让现场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时此刻，杨紫凭借精湛的演技，成功捕捉并表达了角色尴尬而又有趣的心理状态。柔和的灯光下，她的五官显得更加和谐美丽，八字刘海完美地遮盖了额头的缺点。正当麦成焕专注工作时，他接到了辛嘉良的电话，邀请他出去。观众的注意力被身后女同事微妙的眼神和敏捷的思维所吸引，似乎预示着心机与阴谋的交织。下班后，麦成焕换上了一身素色的白色连衣裙，脸色显得有些苍白和疲惫。等待他的是还沉迷于游戏世界的辛嘉良。这一幕让观众们都感到心烦意乱。麦成焕只好敲车窗，叫醒沉浸在网络世界的男友。辛嘉良若无其事地说：“上车，带你去一个地方。”但麦成焕强压住心中的不满，坚持之前的决定，暂时分开，冷静一下。现实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再现：热恋情侣吵架后，男孩独自一人幸福，女孩却默默承受。辛嘉良就是这样一个无知的人物。当他在酒店门外疯狂按喇叭，催促麦成焕上车，甚至用幼稚的方式威胁麦成焕时，麦成焕无奈地上了车，轻声说出：“我真是无能。”即便如此，善良的麦成焕再次选择容忍辛嘉良的幼稚行为。随后，辛嘉良大肆提起父亲捐献的婚房，并承诺按照麦成焕的喜好进行装修，但麦成焕知道这意味着辛家父母将深入介入他们的生活。脸上满是担忧和厌烦，辛嘉良却依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当麦成焕意识到这笔财产其实是辛嘉良父亲在竞标会上企图利用他帮助家族生意，而辛嘉良天真的认为这是家族相互扶持的体现时，他内心的委屈和失望达到了极致。他的顶峰，杨紫细腻的表演，尤其是转头闭眼强忍泪水的那一刻，展现了角色悲痛的内心世界。最后，当麦成欢得知自己必须签婚前协议才可以结婚时，他鼓起勇气拒绝接受财产，并宣称自己不能帮助辛家在竞标会上占便宜。此时此刻，声音虽低，言语含糊，却是无力心境的真实写照。接到弟弟麦成早的电话后，杨紫的眼神从担忧变成了悲伤，就像戏剧中的神话时刻。麦成焕转身面对辛嘉良，他自嘲的质问暴露了辛家人善意与戒备的复杂心态。他嘴角挂着苦笑，试图掩饰内心深处的悲伤。然而辛嘉良的无知和冷漠却让他难以忍受。当真相揭晓时，杨紫紧锁的眉头，低垂的眼神，充满震惊和愤慨的表情，将角色的愤怒传达得淋漓尽致。当麦成欢独自走到河边，想起姚志明曾警告过他嫁入辛家后的情况时，杨紫眼圈红了，泪流满面。他的吞咽动作无不牵动着观众的心弦，让人惊叹不已，忍不住喊道：“是啊，是时候分手了。”在随后的剧情中，麦成焕无故卷入邮件事件，导致辛家竞标失败。面对辛嘉良质疑的眼神，意识到姚志明利用他的真相，杨紫透过空洞呆滞的眼神看去，而一张看似坚强的脸，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麦成焕内心所受的诸多窟窿。浴室的镜子前，麦成焕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委屈。杨紫红肿的眼睛，滚烫的泪水，哽咽的声音，让观众感动不已，渴望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麦成欢查明真相并洗清冤屈后，向姚志明提出调离职位的要求，但狡猾的姚志明并没有让他的偿所愿。与此同时，剧中的角色刘万宇也在买菜的同时与丈夫讨论着麦成焕的近况。因为似乎嫌贫爱富，或者是出于真心的关心，刘婉玉主动去辛嘉良家拜访，结果遭到了袭击。辛嘉良姐姐的冷嘲热讽，
麦承焕无法忍受家人尊严受到的侮辱，他怒目圆睁，嘴唇紧闭，表达了中国传统的孝道精神。无论我多么深爱一个人，我都不能容忍家人因为我而受到丝毫侮辱。最终，在《承欢集》第11集中，孝顺的麦承欢决心与辛嘉良分手。观众们欢呼雀跃，祝贺他摆脱了这段感情的束缚，祝愿他开启人生新的篇章。虽然分手带来了深深的痛苦，但麦承焕还是抱着奶奶吐露，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可为什么长大后却变得如此脆弱呢？这种情绪引起了共鸣。在成长的路上，人们当然是向往的。成长会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烦恼和挑战。随着麦正焕与辛嘉良的分手，他与姚志明的感情线索也逐渐明朗，观众不禁好奇他们之间会擦出怎样精彩的爱情火花。你期待他们未来的情感碰撞吗？